觉得像是在 business side 或者是在 management side 有哪些困难点？哇，都很难呢。廖医师，你的一天是长怎么样的病？啊，因为讲一天生活就很害羞了，就好哦像哦哦，会被看光光的感觉。我的痛点是来自于说写病历，经常会有一些漏写的情形，那或者是说因为太匆忙，那个打的字很少，然后打的嗯那个内容你也看不懂，因为它都自己嗯的简码，病历品质不好，其实会影响到下一个医生参考你的这个病历来判断你的病情。加上说我自己当医生，有时候我要晚上留下来去补病历，那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在我诊疗的过程中用一个AI 的听写的工具就直接完成？所以是从痛点出发想到这样的 solution。那下一步我就是做市场调查，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已经在了？如果都没有的话，表示说这样需求会不会是只有我？那如果有的话，那我的竞争优势、差异化会是什么？这我得先确定。第二个是，如果我要来做的话，那我有没有那样的资源？这样的一个技术可行性是不是存在？所以我开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技术的人员去做认识访谈，然后也跟一票产业的同学们分析 market analysis 我的那个 competitive landscape。那所以这两边都确定之后，我才开始真正把钱放进来创业这样。廖医师，你讲的这个痛点，我也是有认识蛮多在这边的医生，他们看病的时间跟他写病历的这个时间比起来，真的是完全不成比例。看病看完了之后，这些病历都还要带回家写。然后我甚至有一个朋友，他后来因为他写太慢，医院的高层跟他说，要么就直接住院医师重做1年，要么就离开他们医院。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算是在看病上面，是在写病历上面了。所以我想，嗯。这个科技应该是可以帮助医生他们的 quality of life as well。所以你整个筹备期其实也是筹备了好一段时间。我大概花3个月确哦，定是可行，后面又再花了另外的3个月来把人员使用者体验设计出来，然后专利的可行性确认出来，才去注册公司。这个过程算蛮严谨的。你原本就是有医疗的背景，然后你做的东西跟你原本想要去解决问题是很 close 的，人工智慧，然后去帮助医生来撰写病历。医学这一部分你应该是非常 OK。那我想问说，科技的这一个部分你是怎么样可以去充实，然后你怎么样去教育你自己？呀，这是好问题。一开始你只有一个人，技术可行性你得去搞懂它。最重要的知识是从专家那边用口语讨论的方式得到的。那时候我是 COCO 一些产业里面的专家，也有 COCO 像大学还有中研院这个领域的老师，然后我就去拜访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预想中应该要把语音怎么做，他们就说啊，你那个做法不可能做得到，因为现在技术水平只有在这边，你讲的可能要做到这边。那我说，那我退而求其次怎么样？他说，哦那这样子可能就有机会。他们也会 fight back 说，那可不可能只做到这样？那我就想了想说，只做到这样，以我医生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体验会很差。但是我一个人讲也不准，所以我再去访问了大约80个医生跟护士，然后再回来跟技术专家们讨论。就是我在跷跷板的两边，一边是技术，一边是使用者体验。你不能让使用者带着走，但是你也不能让技术专家就是完全就说我们做得出来就可以了。基本上你就是要当一个桥梁，使用者想要什么样的东西，但是 at the same time 科技怎么样才可以去 match 到？那你念 MBA，然后你出来，目前你现在的这个公司康统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在做什么吗？它对于医生跟病人的帮助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客群是谁？使用者是医对，生，使用者。买单的是医院，那受惠的人员包含医生、护士跟病人。可以举一个情境吗？现在是坐在大肠镜跟胃镜，这个情境现行做法呢，是医生一边检查一边要去记，就是脑袋背起来。我一路看到了一个大肠息肉，那它是2公分，它是在横结肠。我又看到一个脂肪瘤3公分，它在升结肠，我为它做了切片。经过一段时间检查结束，他去打报告。回想的过程中，可能一个早上20个 case 里面可能会有2个 case 他会漏写。新的做法是他现在只要看到什么，他就直接讲，讲了就直接进到病历。所以第一个他不会忘记，第二个他释放他的脑容量，他会觉得工作上比较轻松一点。这样的一个病历也会更完善，因为它可以描述很多小细节。所以感觉听起来比较是用在大医院里面在做
一些 procedure 的医生上面。哦，对，你问到我们的这个差异化的地方。那时候我们调查美国的新创事业，通通是做在门诊。那我刚刚讲的啊，在我平衡完的这个使用者体验跟技术可行性之后的这个产品，我要落地在哪个场域？这时候我在想就是商业考量了。我假如做一样的事情，已经有一堆前辈的公司在那边的，那我发现他们没有在做的地方就是手术。我从商学院那边，其实不是商学院的，很多人都有这种直觉的啊，但是我是经过上课后才知道的，就是说 by solving different problems, by servi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, you are creating new value for them。对，那就是你市场的切入点了，是很策略性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。所以你会觉得用 AI 算是一个趋势，因为我知道可能原本以前都是那种 dictation，你讲话它就记下来嘛，但是它不会去帮你做任何的调整嘛。但是你的这一套它有人工智慧。呀，最传统的方式是拿那个录音笔，录音档案再交给别人，经常外包到印度、菲律宾，呀，那边的人听写。在听写，现在就是跳过听写这一块，直接可以 real time 的提供。所以你很看好台湾这一块领域的发展吗？我们走的是国际哦，走国市场啊，际市场。因为这东西它提供的价值有一块是医生的时间的节省。台湾的医生效率一个早上可以看100个 case 啊，这对，个效效率已经率很快。已经太快了，你再给它提升效率是要提升到上火星去吗？还是说你有提供不同语言，也是？Yeah，中文、英文都可以。说美国这边是蛮需要的，因为你说台湾的效率是蛮高的嘛，然后在美国这边就是一天可能十几个病人就觉得很多很多了，documentation 上面的这个分量还是差蛮多的。你觉得2年半之内，除了 technical 方面的困难，刚刚讲到的，觉得像是在 business side 或者是在 management side 有哪些困难点？哇，都很难呢。一开始是找团队啦，因为我们小公司嘛，没有什么名气啊，你要吸引的却又是这种高阶人才才做得到的事情，然后能够付出的薪水又不可能太高，加上说我自己身边朋友圈90%以上都是医护人员，我也不认识工程师，所以也不可能靠私人的情谊去打动他们加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参加技术骇客的读书会啊、技术论坛啊，那边都很多很多厉害的工程师，然后而且是很有这种 self motivated 的这种动机的人，愿意在下班时候呢聚在一起讨论一些最前端的技术，我就会加入他们的场合，然后当然他们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啊，我就不听了，我就拿我的笔电做我的事情。9点半10点结束的时候，我会嘿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康同学科技，我们的愿景是什么？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招募的动作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招募人员是一个困难点。那你们现在应该也都有一定的团队的人员了。对，现在的团队基本上都很不错。你们还有在招生吗？有啊有啊，我们持续都在招，因为我们疫情前推出产品之后开始被看见。其实台湾这边的医院，虽然我说是需求没有美国的强烈啦，但是对于医院的高层，他们有智慧医院的这个动机，那他们也需要找寻新的题目，至少语音的东西在医院算很新，没有太多的尝试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受到很多的关注，那所以也必须要把团队再把它扩大，才能够有能量去服务大家。廖医师，你的一天是长怎么样的？就是大家都很知道，当医生就是在医院里面看病。那我想知道，就是一天的生活长怎么样，然后有什么样的差别？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因为讲一天生活就很害羞了，就好像哦，会被看光光的感觉。基本上工作就占据了所有的生活了啦。就是没有所以睡觉了。坦白说，我自己的内务就没有很好啊，比如说衣服不会每天洗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家里就给他放着，给他乱呐、一些朋友的邀约，一些活动，也要very selective。就是全心全意的 focus 在你现在这个 career 上面，因为也是自己的一个 baby 的感觉嘛。那你觉得这样子的累跟你以前的这种在医院的累比起来有什么差别？以前在医院是纯粹提供劳力的服务，要值班，体力上面很操，但我不用去管医院的经营嘛。大医院基本上你只要开着，我的门诊就会有源源不绝的病人一直走进来，我也不用去招揽生意。大医院这些护士啊、药师啊什么什么，也是医院都是这都好好的，我也不用去管这个团队的士气、团队的发展什么的都不用管。营运的资金医院也不是我在营运，但是现在这些东西
通通变成我精神上一个很大的必须做的事情。精神上的压力。那你现在也需要 travel 很多吗？像我昨天跑了4家的医院，有些客户要拜访，募资的话也要找人。你有给自己未来的目标吗？对于这个公司或者是你自己的 career 上面的目标？经营事业，你对内部来讲，你要给一个方向；对股东，你也要有一个愿景，然后你的战略、你的那个规划时程，那个都是会有的。只是说有太多的 uncertainties 在里面，所以如果说我对于我个人，我其实并没有很斩钉截铁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做到怎么样，我只求说将来哪一天过世了，然后我的墓志铭上面，人家可以跟我说 ，OK， 这个人是他很有决心、很坚定的在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这些事情是有嘉惠到医护同仁，嘉惠到这个病人，然后他的人生没有白活，他是一个充满了探险精神，他愿意尝试，然后他对社会有贡献，能够这样就 OK 的啦。就等于是就你 OK 每天的努力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去的啦。你虽然不知道说未来怎么样，可是其实你每天都是朝着那个方向在走的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想要跟是在医疗领域里面年轻人说的一些话？现在新一辈的医生啊，他们都很有想法。我看到很多很有才华的医生，他们都斜杠投入在政治，投入在资讯科技，很多其他的事情。所以其实我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就我有感觉到一直被推，就是后面无可限量，可能很多事情还要再跟他们多学习这样。那廖医师，你应该也算是年轻的吧？每一年都有新一批小鲜肉出来嘛，所以有更对年轻的。对对，可以发展的东西很广。可能以前在学校里面会想说，哦，你念这个科系出来，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。但其实你也可以结合你的兴趣去追求一些不同的路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举个例子哦，像那时候我出国前我有调查，台湾医生出来念 MBA 的人啊，好像只有2个还3个而已。可是在我之后，现在天哪，每一年都有啊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点 email 跟 website 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那我们今天就很谢谢廖医师，好，谢谢兔兔药师的采访，谢谢。不要忘记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节目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欢迎交流，拜拜。